这次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呢是你人不需要出国，人不需要到美国，你也不需要有美国个人纳税号，你就可以办到这张卡片。说实话，我现在网页展示的这张卡片，也是很多人通过去办美国个人纳税号想获得这张卡片的这种那这张卡片有什么好处呢？这张卡片呢是美国运通的旗下的一个万豪的联名卡啊。这张联名卡呢是要收年费的，年费的话是$650。当然通过这个方法的话，你也可以办美国运通其他卡片这边有很多卡片你都可以看希尔顿的也可以是吧？这个看你个人喜欢。比如说你平常住万豪比较多的，那你就万豪这张卡片。综合来说的话，这个方法呢是我告诉我的，我高中同学告诉我的。然后呢，他呢现在已经拿到卡片了已经获批了。那这张卡片的话，为什么办呢？这张卡片的性质这种优惠力度包括新人开卡里羊毛特别多这边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张卡片的羊毛吧。这个是原文是英文的可以把它翻译一下。好，首先的话，年费是$650，说过了大概就是乘以7的话，就4500块钱人民币是吧？那他新人开卡里送185000积分这18万积分大概值多少人民币呢？你就按1万积分，大约市场价值是在500到550之间你就算500块吧，往低的算那也有9000多块了是不是那抵这个年费的话，4000多块钱，你的年费等于说2年年费回来了，对吧？当然下面有个条件你成为会员的首6个月内半年内要刷卡$6000。下面这个 APR 不用看它这个是讲你这个分期付款这种利息那另外的话，就你在万豪酒店消费的话是6倍积分在餐馆消费的话3倍积分在世界各地餐厅都可以航空公司也是3倍积分这种的话都是加倍积分的好，有一个特色优势$300的餐饮账单积分这个翻译不太准确就说实话怎么说呢？它每年是给你报销$300美元的报销额度。比如说我去香格里拉吃饭签账签单签了2000块钱差不多就300块钱可以报销了。但是呢，它是每个月是只有$25所以说你一次性消费这么多的话是不划算的那如果说你每个月$25的话，你能干嘛呢？就我朋友说的他说他去麦当劳吃饭麦当劳吃饭即使是没有达到$25也能报销，按你显示金额嘛，他会折算嘛。最好呢，我建议呢，这种小票的话是有这种中英文的比如说去这种星巴克麦当劳这种国际化餐厅稍微好一点好，下面这个是$100这个呢住的酒店比较高端点要住这个丽思卡尔顿跟瑞基酒店它是你一次性连续住2晚的话，它是送$100的这个券的话，你可以带进券嘛，你可以在里面的话做 SPA 或者说餐饮都可以还有的话就这个很有用白金会员资格的话，你有张卡片的话，你就可以免费获得白金会员资格今天我朋友还跟我说了，他说现在很多人还花5000块钱人民币去找人去刷房来保级万豪白金。说实话，好处就在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去住万豪酒店的时候呢，房贷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获得免费升级套房的情况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免费双人早餐这个是非常好的如果说你是金卡的话，以前是金卡是有免费双人早餐，现在是金卡是没有了，所以说这2份双人早餐的价值也能值200块钱人民币了嘛，所以说你这样子住酒店的话是非常划算的好，剩下的就不讲了剩下的话都是刷卡一些条件这些的话大家可以自己看好，那么怎么办理呢？我把这个倒推一下首先的话，那最终的话是办这个美国运通的美国卡片那么美国卡片呢怎么办呢？那前提是你要有一张美国运通的香港卡那香港卡怎么办呢？美国运通香港卡怎么办呢？那首先的话，你要香港信用卡香港信用卡怎么办呢？那么你就办个香港的借记卡那倒推倒推正推的话这样推正推给大家推一下比如说我在内地我人不出国，也不出境，也不去香港那你在内地找一个汇丰银行比较简单一点汇丰银行呢有卓越账户存50万，一般来说存50万才给你开卡开卡同时汇丰卓越账户呢下面有一个叫 Apply a new credit card 就是说申请一张新的信用卡，你可以打勾你打勾之后就可以办了。一般来说汇丰卓越申请信用卡的概率非常大不过最近呢我也听说就为汇丰好像放水有些人存1万港币办了张汇丰 One 的卡。当然这个汇丰 One 的卡呢，这个人呢是一般来说是亲自到香港分行
啊，香港当地汇丰银行去办理的。有些人存1万港币都把这个信用卡下到了啊。我这边呢随便说一下啊，那些信用卡啊，那比如说你汇丰卓越账户的人的话，一般来说办这种卡你可以办到啊。那最近的话，我听说是这个 Red 还有一个 POS 的这个卡啊。这种吧，这种的话是看放水啊，那不一定每个人都办得成功啊。根据我的经验吧，我汇丰没什么经验，但是恒生我知道，恒生的话基本上你这个要存20万港币，存个3个月或6个月之后，你再去申请，这样通过率就很大了啊。如果说里面没钱的话，那基本上的话，他也不太认为你这个有资格办信用卡，因为他们也怕这个你欠钱不还嘛。你20万存3个月，或者说存6个月的话，至少证明这个钱在你账上啊，不动它。好了，到达这一步之后呢，说实话，你这50万块钱啊，你只要办出这个信用卡之后啊，你这个50万块钱你拿走也没关系啊。拿走之后呢，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香港卓越账户啊，如果说你没有这个钱的话，它是每个月会扣账户管理费的啊。那有些人的话，可能这50万块钱，我宁可去投资，我也宁可去付这个账户管理费啊。所以说呢，50万块钱的话，还是拿走比较好。那看你自己喜欢啊。那办出香港信用卡的时候呢，一般来说的话，如果说按照汇丰来说的，汇丰的香港信用卡是可以邮寄到中国内地的啊。因为汇丰的所有卡，比如说呢，哪怕你是办汇丰美国的卡啊，它也是能把你邮寄到中国内地的啊。所以说汇丰的卡是不用担心的，你不需要香港地址。但是这个时候呢，你香港信用卡有了之后呢，我应该再写一下啊。好了，我写了一下啊。获得香港信用卡之后啊，哪怕这汇丰 Red 卡也可以，你尽量在香港商户消费啊，获得信用记录。一般来说，这种信用记录吧，你至少要消费3、4个月啊。你也不需要刷太大额，但是呢，每个月至少保持这种消费还款这种循环的记录。这样的话，你会产生一个香港信用记录的话，你如果说你是没有香港 ID 的，没有香港身份证的。你这个信用记录呢，在网上是查询不到的，你要去线下查啊。一般来说的话，你如果说不保险的，你人不想出去啊，那么你可以在6个月之后再去尝试申请美国运通的香港卡啊。那么这里有个问题了啊，美国运通是在香港发卡的话，它是独立于银行存在的，它不像说你在中国内地的美国运通啊，它是基本上比如说跟招商银行合作，跟民生银行合作啊。你打开背面啊，它那个客服电话都是银行电话，不是美国运通电话啊。所以说呢，在香港的话，美国运通啊，你必须要有个香港地址啊。当然的话，有个好处就是说呢，你这个香港地址呢，它不审核你这个香港地址是否商业地址还是居民地址。所以说呢，你也不需要找朋友做啊，你可以找个转运地址也可以啊，找个商业地址也可以啊，找别人公司这种地址也可以啊。毕竟有些人他不是香港注册公司嘛啊，香港注册公司你本身就有那个地址啊，那个地址不秘书公司他会帮你收信的啊，你也可以写那个地址，那没问题啊。好了，这个时候的，那你就有了香港的美国运通信用卡。香港的美国运通信用卡之后呢，也是一样啊，你要尽量在这个香港商户消费啊，获得信用记录，也是一样产生就消费还款这样循环啊，产生就说你这个人在我们这边半年了啊，消费还款都记录良好，那这样的话你就会产生美国运通自己内部的信用记录。它自己内部记录呢，你就可以申请美国运通的美国卡。这个美国卡呢有2个要点啊，第一个呢要美国地址啊，这个是必须要美国地址的。这个地址呢尽量要居民地址啊，不要商业地址，很有可能它是因为让你上传这个账单地址作为一个地址证明，你如果提供商业地址的话，这很有可能通不过。这个的话，你可以尽量找你同学，有没有美国同学可以帮你接收一下啊。还有个的话就是 global transfer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美国运通只要在全球那些国家啊，它可以独立发行卡片的地方，它都可以把这个信用记录啊作为一个参考证明。但是中国内地，我刚才说了嘛，它中国内地的美国运通是跟银行合作发行卡片的，所以说呢，信用分呢是应该是归银行管理的，所以说不归美国运通管理的，所以说这个中国是没办法做的啊。那香港的话是可以的啊，叫 global transfer 啊。那 global transfer 这个怎么做呢？啊，我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好了，我继续打开这个页面啊，这边有一个 apply now， 然后点一下，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重要的要点。好，上面信息是个人信息啊，没什么关系啊，关键是有个 SSN 啊，那怎么办呢？
那我朋友的他也没有 SAS， 也没有 item 也没有个人纳税号，很简单，这边有个 show details 然后你这边详细信息那么这边有2个选项第一个选项的话，比如说你已经是美国运通的卡片成员，从另外的国家或地区来说，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有美国运通的香港的卡片，那这个时候你登录账户你就可以了那还有一种呢，比如说你是在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印度肯尼亚墨西哥之类的国家，你有这种信用记录，它是可以共享的这种呢是另外一种方法那最保险的方法就是这种第一个，因为下面这个呢是第三方的。好了，这样的话你就实现了从这个美国运通香港这个 Global Transfer 也叫 GT 把这个记录转移过去了，那么你就获得了这个美国运通的美国卡。